今天我们要说这话题呢，和抗日战争有关，但是呢，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事儿。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东京审判。我们大多数人呢，对抗日战争的记忆可能往往截止了1945年。这45年日本投降了，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范围获得全面的胜利，抗日战争也就胜利结束了。可是结束归结束，我们当时作为战胜国来讲，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8年抗战，日本军队把中国打的是千疮百孔，咱们是死伤无数。以最后日本天皇一句投降，然后呢，当时的将领冈村宁次给何应钦递了个降书顺表，就算完事儿了。那肯定不能这样。就是你战争过程当中犯了罪，这些人呢，战争罪、反人类罪，这些战争狂人、战争贩子，日本的这些战犯，那得应该得到恰当的历史审判。所以说呢，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后，45年以后，马上组建了一个远东军事裁判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始了对这些战犯的审判。可是这个审判过程艰难无，28个战犯没有一个认为自个儿有罪，全认为自个儿是无罪的。说的是有的人说那还管那个，他在中国干那些事呢，还审什么呀？拉去毙了得了。你要说这话呀，说明您不懂法律，不懂法治。为什么呢？我们还像萨达姆那样的，你也得给他在法庭申辩的机会，得让天底下所有人跟着我们一起证实他确实是有罪的，这不是说由谁说了算的。就像说审判萨达姆，他不能说是美国人说萨达姆有罪就完事儿了。同样，抗日战争里这些战犯，虽然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也不是说当时的中国说他们有罪他们就有罪，也得是世界范围都能证明，都看到了他们确实罪行昭著，该判。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这太不解气了，他跟他毙了得了。如果你现在说这些有罪就把他毙了，那么有朝一日万一有没罪的人也把他拉出就毙了，你怎么办？所以走法律法治的程序，这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显著成果，非常有必要这么一次军事法庭证明他们确实有罪，以警后人。所以当时呢，就组织了这个远东军事裁判法庭，对这些战犯审。最终结果我们知道是东仓英机土黑山侠二有7个甲级战犯最后送上绞刑架，剩下那些呢也都获得了应该的刑罚。可是这个审的过程太艰难，他是46年5月份开始审，一直审到48年6月份，2年半才审完。而且审这个过程不少人也看到了，这真不像一般的说砸过来就判你这有罪，你什么什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打官司没啥两样，甚至比现在普通的官司要复杂得多。因为呢，这种审判法庭呢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它是按照英美法系。英美法系法律有个特点，特别讲究证据。你说他有罪，说我都看见了，那好，你看见什么了？你的证词在哪儿？有没有别人做旁证？有没有物证？你都要搜集全部。可是当时我们呢，在这个法庭上待着的人，对这个事儿估计的太过乐观，就没有准备那么充分的证据，再加上时间也比较紧。结果在法庭上，第一个由于证据不足，你这些个战犯一个个有的巧舌如簧，有的当缩头乌龟不吱声，你不拿出证据我绝不认罪。那个板垣征四郎写了48页辩护词，就要跟你的检察官对着干一下。所以你这证据富裕，你难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审判官这些人呢，各怀幸福。他这个审判官是多少组成的？11个国家组成，总共11个审判官。其中这个审判长名字叫韦国，是澳大利亚人，他是由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指定的。这里边呢，我不看，由于日本的这些战犯，他犯的罪行都是侵华战争犯下来。那么其他国家，你像法国、荷兰这些国家的审判官，他对于日本人这些罪行他没有概念。你要说希特勒的罪行他有概念，在欧洲战场过来的嘛。所以
中国的这个法官一提出日本办一些滔天罪行，像南京大屠杀呀，还有一些强奸的、烧杀掳掠的事，他们表示怀疑。因为在二战过程当中，德军犯下的罪过往往集中营啊、杀犹太人、焚烧啊，相对隐蔽。德军呢，在战场上就光天化日之下，应该说犯下的残忍罪行没有日本有的多。所以很多欧洲来的法官觉得有这事儿吧，他持质疑态。所以你看，证据不足，这些战犯的狡辩，再加上这审判官他心思不一致、眼界不一致，所以这个审判过程变得艰难无比。那么当时幸亏呢，咱们中国政府派出来的法律工作者是比较过硬，否则的话呀，这些战犯能不能得到应有的惩处还真难说。派谁的？当时我们不是一个国家派一个法官吗？11个国家，我们当时派的是谁？这个人叫梅汝敖。这梅汝敖是谁呢？挺了不起，他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回到国内之后呢，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里边的主管法律。后来呢，他又调到了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充当立法院的外交长官。也要说他经常呢，因为首先法律非常凑研究的，另外他经常跟各个国家交流，他知道英美法系是怎么回事，对英美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则，那他是了如指掌。这梅汝敖当时作为中国的首席大法官，给派到了这个东京审判地。那么梅汝敖当时来了，有一些英美法系国家不拿中国的法官当回事，说你们的法治跟我们不能比。前面我说这审判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就不大瞧得起梅汝敖，可是接着一件事改变了这个韦伯的看法，什么呢？什么呢？争座位。我们说这个11个法官在审判庭上一坐，谁坐到哪儿？当然审判长肯定居中。这个居中，他最尊贵的位置不用说了，次尊贵的位置呢，就是他两边的。为啥呢？两边人离他近，真有什么审判结果能第一时间跟他沟通。这两个位置很重要。那么当时排座怎么排的呢？澳大利亚这法官居中，两边分别坐着什么呢？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我们当时就是美、英、法、苏、中5个国家嘛。按照顺序排怎么排呢？应该是左边这位置美国，或者不叫这右边这位置英国 ，the United States， 在左边这位置苏瑞不是的，在右边这位置的，在左边是法国。按照你的美、英、苏、中、法这顺序排。可是这么一排，中国的这梅汝敖得坐在哪儿呢？就坐到这边的，离他中间隔一个。就隔着英国这代表，这个很不方便。梅汝敖一看不行，说不能这么排。韦伯说怎么不能这么排？那在这联合国这就正常席位都这么做的。梅汝敖能言善，说审判长大人不能这么排，为啥？咱这不是联合国开会，咱这是审判犯人。你得那么看，所有这些战犯哪个没在中国犯了罪？绝大多数的罪行都是在中国。那么我们应该按什么顺序来？按照接受日本投降的顺序来。日本先向美国投降的，原子弹一扔他投降，然后81545年8月15号，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降服，然后是向我投降。应该按照先美国后中国往下，按投降签约的顺序来，这才对。这才体现了抗日战争过程当中这种公平性。他提这个也有道理，得到了与会一些国家支持。接下来排座就按这个排的。韦伯坐中间，左边这是美国代表，右边是就中国代表。因为按顺序，美国先签的这个跟日本签的投降协议，中国是第二。这一下子，梅汝敖挨着韦伯坐着可方便，可以及时在审判过程当中和这大法官沟通。可以说这个事儿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这根本就不是一次争座位，而是争法庭地位。你必须得争到这个地位，因为这里的更多的国家，它没有直接对日本开战，
而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咱们应该争得审判当中主动地位。而这个地位争来是争，我刚才说呢，证据不足的问题，这些战犯狡辩的问题。那百元征四郎准备48页，跟你检察官要对着干，而这个时候咱手头的证据确实不够。你说梅汝敖急的，再赶紧回国内找去，来不及，他大法官不能亲自回去。梅汝敖当时急得赌咒发誓，我不把土肥原贤二和百元征四郎扳倒，我誓不回国。他怎么那么大气？这俩人缺德。这法元征四郎呢，48页片子，他错没完。土肥原贤二是什么？骆驼乌龟战术。你不管问我啥，不知道。所以你要没有切实的证据，你撬不开他们的嘴，也没法让他们伏法认罪。所以正在危难的时候，另外一位了不起的中国法学界人士出现，这个人的名字叫倪正玉。这玉字我的旁搁一个奥地利的奥，倪正玉。说是倪正玉干嘛呢？出身和梅汝敖很类似，也是留美的法学博士，但他呢没有在国民政府里当什么官，多数时间都是回国外，在各个大学里教法学，偶尔到国外深造。正好审判的过程当中，他在美国深造，第一时间就听到这事儿。这个梅正玉非常爱国，倪正玉特别爱国，一听这个，养兵千日，用命一时啊，国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些搞法的人不站出来，让这些日本战犯逃走法网，这能对得起中国战场上死亡那些军人和百姓吗？所以倪正玉决定马上回国，然后和梅汝敖联系，你那边缺什么证据，我给你搜集。因为这倪正玉是专业的法学工作者，对英美法系这个证据链条了如指掌。他在国内一开展工作，就开始触及证据的核心部分。他当时想到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说让谁来出这证词呢？让汉奸。因为你当时啊，国民党的好多人，共产党的很多人，他不可能直接接触到日军的一些核心秘密，所以由这些人作证呢，不具备证据的穿透力。那么什么人具备？咱们经常说污点证人，污点证汉奸。他参与了很多日本侵略中国时候呢那些乱七八糟的罪行，所以要是汉奸站出来指证还有效。有人说汉奸能愿站出来吗？这时候大多数汉奸都在监狱里，被逮起来了，就抗日战争以后被抓住了。那么当时倪正玉就想的是呢，跟这些汉奸商量，你要能站出来指证这罪过，给你减刑，减轻你的处罚。他本以为这个呢对汉奸来说很有诱惑力，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什么？这些汉奸服装装疯卖傻，有的装昏迷，不配合。倪正玉大闷儿，他们怎么就不配合呢？后来一琢磨，可不是不配合，因为这时候汉奸呢也正在审他多大罪过。如果这汉奸指证这些日本人罪过，那不就等于承认了他当时跟日本人同流合污了？这么自己罪过更大了。所以他们一权衡，索性装疯卖傻，不吱声。有一位出了证词了，后来自个儿又把他烧了，不配合，他怕把自己罪过引得更深重，不吱声。那么那时候有人提出来，就是他们只要作证就免了他罪吧，那不行。那汉奸罪过不小，也因为这个就免他罪，怎么向中国老百姓交代？所以从汉奸嘴里撬出证据这事儿不成立。接下来倪正玉就找还有没有一些直接受害人，得找这名气大的有国际影响的。他想到两位，一个是民国时候的总理唐绍仪，一个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据说这两个人的死都是日本人干。咱们唐绍仪以前节目里介绍过，走在上海，谁干的呢？当时蒋介石派军统戴笠派特务化妆成古董商，到他家里割斧子把唐绍仪砍死了，怕唐绍仪在上海跟日本人怎么着。所以这是后来军统解密，大伙才知道这个事儿。那是很多人都怀疑日本人找唐绍仪，希望他站出来呢，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唐绍仪不干，所以说有人怀疑是日本人害，其实不是，是戴笠
把他灭掉的。这是后来的事，当时倪成玉一调查唐绍仪的死没有头绪，就拉倒了。再调查到北洋军阀吴佩孚这，他找了证据了。根据吴佩孚的老婆的张佩兰提供的供词，那时候吴佩孚牙疼的要命，法院征四郎就假惺惺的让日本牙医去给他看病。吴佩孚一看是日本牙医，也没当回事儿，没想到吴佩孚让日本人给毒死了。所以拿到这份吴佩孚老婆的证词，这就算直接证据，这等于极大程度上鼓励了倪成玉的细心。可是光这个证据不足以把这些战犯送上绞刑架。这时候倪成玉就想到，别的证据没有，有不少材料日本人自个儿毁灭了，但是他不可能毁那么干净。他就向麦克阿瑟提出来，我要到日本陆军省的档案库看看去。麦克阿瑟说好，你去吧。倪成玉带2个日本助手到这儿来了，一看傻了，档案库堆积如山，这么多材料怎么找？而且里边很多主要材料都让日本人在打仗要输的时候给烧了，毁灭证据吧。但是这里头他肯定会有蛛丝马迹，找吧。一天一天这么慢慢来，你就靠那俩懂日文的也不行，大伙都来找。这好在这日本文字片假名平假名里头有汉字，能根据这汉字顺藤摸瓜的找挺长时间，证据没找出多少，大伙儿这日文水平可提高不少。但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这里真整理出些东西。什么呢？有人说那能是明显证据吧？比方说731细菌部队那些啥，不是那些让日本人烧了。他这里头都是什么呢？侵华日军呢向日本国内汇报一些报告我们这边什么形势怎么样，从这些报告里拽出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在报告里边有这个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部下写的报告，吹嘘自个儿长官呢，我们长官干了这干了那的，里边就有说咱试试咱们日本这个火力新的枪怎么样，成排中国人站着，他一戳全打死。有的报告里吹我们杀多少人，抢多少东西，把这块地方烧了什么样，烧光杀光抢光，三公政策。这报告里头有为了吹嘘自己的战绩，他这里头也有不少如云写的，他为向上级表功啊，所以这里边你可摘不掉的。你的军事报告里这么写的，这不是你干的吗？你怎么能够说得清楚？所以这有时候历史也挺讽刺，就闻名而实呢，吹嘘自己的战绩，却成了自己最后的罪证。这样倪成玉从这里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还有这些证据拿过去，梅汝敖一看不枉你的苦心了。而且这个倪成玉有一个长处，口才特别好，就在法庭之上，我拿出证据你不承认好，我用我的逻辑链条一一的推，你怎么点了这个，你怎么点了那个，往往犯罪嫌疑人哑口无言。这就跟我们前2天说那个大秀皮筋怪宋词吧，不也是吗？不光念诗厉害，对证据链条各懂，一般犯罪嫌疑人辩论是辩不过他。所以倪成玉在法庭上拿着这些东西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辩论，弄得他们是哑口无言。在东京审判里边，倪成玉是英达演的，也英达也有打断的，咱们看法庭上精彩的这种辩论。那么在辩论过程当中，这板垣征四郎他们狡辩，我们没干那事儿。那当时你像黄姑屯炸死张作霖、9·18事变这些事儿，那都不是我们有预谋的，都是中国军队要打我们，我们才怎么。好，倪成玉就拿出实实在在证据，你看看你给你们当时军部写的什么，军部怎么批的，写的实实在在白纸黑字，你怎么能说日本没预谋呢？那好，你要说我的证据不实，你拿出来中国军队有预谋要攻击你们的证据，那么都讲证据吗？我没有证据，你没有，你说说吧。在铁的事实面前，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战争犯们、战争狂人不得不低下自己头认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京审判我们看中国的法律工作者梅汝敖、倪成玉费尽了自己的心血，
没有这些人的努力，很有可能在当时的审判会出现一些走样。我们都说当时日本14个甲级战犯7个上了绞刑架，剩下那些呢乙级战犯呢什么的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惩罚。你不要以为那时候打完仗了，说这边对日本都对立，那肯定是一条心，不是那样。除了说法国、荷兰这种呢，离中国比较远，离日本比较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可能不那么热心。就包括美国在内，战后涉及到利益划分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完全像中国这样对于日本就是能同仇敌忾，是我呀一定严惩这些战犯，他有他的心理讨论。所以如果在英美法系的这个系统之内，一个非不保完善的证据链条形成的话，很难把这些战犯最终生动过。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时候抗日战争咱打胜了，大势所趋就得对法医分子、法医4分子一定怎么样，不是那个样。如果我们当时法律工作者拿不出这些证据来的话，恐怕还真不足以使这些28个战犯最终绳之于法。所以正是倪正玉、梅汝敖这些人的努力，让我们体会到中国古老的几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间正道是沧桑。所以我觉得历史应该永远铭记住中国这一代法律工作者梅汝敖、倪正玉这样的大名。我们这期节目要给大家说到的特工组织是名闻天下的以色列摩萨德。那么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还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说到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组织呢，曾经万里奔袭赶赴非洲暗杀哈马斯锐高官。我们知道以色列呢长期跟巴勒斯坦对抗，巴勒斯坦的阵营当中它的各派组织里最激烈的反对以色列的，经常从事一点恐怖主义活动的是他的哈马斯。哈马斯这个阵营里边呢，有一位高官叫马巴胡赫，来到阿联酋的迪拜开一个会。那么这位高官呢，就成为以色列摩萨德暗杀的一个目标。后来调出宾馆前后的监控录像，阿联酋警方就慨叹，这以色列摩萨德是真高，这个手段天衣无缝，配合的特别好。总共有11个摩萨德特工参与了这次暗杀，这11个人是分成5个小组。你比方说，一伙人来负责踩点，打探情报连踩点；第2组负责监视，排除一些干扰；第3组呢，研究怎么跟踪然后撤退；第4组呢，做假手续、假护照，给你买各种各样的手机卡，用现金来支付开房间的费用，这些都是躲避跟踪的方法。第5组执行暗杀，就实地杀人。马巴胡赫开了230房间，入住了，迅速的230对面的房间底下就有人定了，这个就是他们暗杀的据点。等进了房间之后呢，这些人迅速化妆，再出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马巴胡赫出去开会去，他不在屋，正这机会进屋潜伏到底。晚上8点多钟，拉巴胡赫吃完饭回到房间，进了房间就被拿下，前后过程不到10分钟。等第2天早晨发现这个事儿的，你早不知道上哪儿找了。所以摩萨德特工这种暗杀和绑架成功的概率非常高。你看美国中央情报局名气挺大，暗杀了638次卡斯特罗都没成功。就从这点来讲呢，摩萨德的效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那么这样一支队伍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1937年就有这么一支队伍，叫摩萨德。当时以色列还没建国的，只是一个组织。48年以色列才建国。当时摩萨德的原意是什么？是移民委员会，是当时用来处理一些国际上纷争这方面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个组织在1950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宣称，我们摩萨德组织改名叫做情报和特殊任务局，归属于以色列的外交部。这个组织里边人员主要做2件事，一个暗杀，一个绑架。当时摩萨德组织靠什么名扬世界呢？是以给列为台发生归艾希曼事变。艾希曼是谁呢？艾希曼全称叫阿道夫·艾希曼，名字跟希特勒一个名，希特勒的阿道夫·希特勒吧。
这个艾希曼呢，是二战期间呢，专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屠杀犹太人，死到他手犹太人有200万，可以说双手沾满了犹太人的血迹。以色列作为以犹太人为属国家，那就要报仇。二战结束之后呢，他被抓进监狱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神奇的越狱了。越狱之后呢，据说跑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去跑了，然后再就没有他消息。那么这个人可以算得上是头号的屠杀犹太人的这个战犯，如果不把他抓获、审判，或者说弄死，难平以色列犹太人心目中的愤恨。所以摩萨德特工呢，用了好多年时间，跟踪、监视、找跟他有关系的人，最终找到了一个线索。1957年发现的线索，什么线索呢？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啊，当地有一个大美人叫罗泽，也是参加过什么小姐竞选的，漂亮。周围这些男孩子梦寐以求，就想娶她当老婆。艾希曼的儿子也在追这罗泽，他追罗泽为了引起这大美女注意啊，他儿子就开始吹我爹多了不起，我家多显示，当年呢我爹杀死多少犹太人，那是绝对高官。你说天敌也就这么巧，偏偏这个罗泽也是犹太人，而罗泽他爸爸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下子就这么着把艾希曼比稀了我。他爸爸是传回以色列，以色列摩萨德的开听说推波赛，可是到这之后一找，发现这个老艾希曼带着全家踪影皆无，不知哪儿去了。这个艾希曼呢，分谨慎，他都不固定在哪个地方住多长时间，即使把家安这，他老婆孩子在这，他自己也出去说打工干嘛去，离挺远，隔长不短再回来一次。很狡猾，很谨慎，就是他知不知道这消息漏了呢？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凭着本能就觉得住这一段时间该走了，就走了。再怎么找找不着了，要一般特工组织到这儿线索断了回去吧，没有。摩萨德没有放弃，留下了几个特工，其中一个特工呢长得很漂亮，女特工，天天就蹲守在原先艾希曼住的那个地方，天天就在那儿站着等着。时间一长，有一个邮递员经过，总看这女孩子还挺漂亮，你干嘛呢？这一在特工就流眼泪，说我呀，跟艾希曼的儿子呀，我们俩是恋人，可他们全家都搬走了，突然不知哪去了，我心爱的人离我远去了，我很难过，我在这等他回来。那邮递员也是个多情善感的主，一听，哎呀，这够可怜的了，艾希曼这家人太不像话了。这么的吧，我是邮递员，我帮你打听打听，看他们搬哪儿去了。这个邮递员是本地人，你再怎么搬家，有蛛丝马迹，当地人容易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隔一段时间真的打听到，搬多远多远在哪？这时候以色列特顺藤摸瓜就找着这地方，可是找着这地方，却发现只有艾希曼的老婆在这，还有一个儿子在这。艾希曼本人不在这儿，这时候以色列特工就这他耗，一等了7个月，到了1960年，艾希曼终于回家了。这个时候，摩萨德的特工要想把这艾希曼拿下很容易，可是他们不打算这么做，他们想把艾希曼绑回以色列接受审判。以色列跟布宜诺斯艾利斯多老远，1.6万英里啊！说那弄个飞机给弄回去吧。太显眼了，说是坐着海船吧，道太长，怕夜长梦多。而且这个时候呢，阿根廷正好呢开一个建国庆典，各国元首都来，对于这样的事件很敏感。这个时候摩萨德特工灵机一动，以色列当时的总统吧也在被邀请之列，就准备用这个总统专机跟总统打好招呼，以这专机返回时候我们把他弄回来。就这么计划定好了，在艾希曼离开家路上把他拿下。拿下你不能跟是绑具这个死人似的，怎么的？不能这样，给艾希曼注射上足够的镇定剂，这人就变成个二傻子了，还能走还能干啥呢？已经没什么意识了。
然后呢，给他套上一身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这些特工也套上制服，跟着总统的专机飞回以色列。到了以色列，艾希曼推上法庭审判，最后送上绞绳架。艾希曼到死也没明白，自个儿藏得这么好，怎么被摩萨德就给弄了？得了1万多英里，我才弄到以色列接受审判。你看，我说到这儿，他们有的观众朋友会说：“哎呀，这个摩萨德了不起，可真够神的了。”那么这些人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耐力，这么敏锐的嗅觉，这么坚韧的意志呢？这源自摩萨德组织的这种考核，不是谁都能进这个组织。首先一个，招募的是犹太人，你得对我忠心耿耿，我不能把一个巴勒斯坦人给招进来，那么坏了吧？保证血统纯正。第二个呢，多招些部队退下来的，最好是特种兵，还有些通讯呢各方面的一些技术。第三个呢，最好有点海外背景，比方在英国、美国，在哪地方长大，英语说没问题，一点口音都没有，最好会点阿拉伯语，以便于跟一些恐怖分子打交道。除了这些不行，会驾飞机，会格斗，会什么的，反正那得会的多了，而且那都经过残酷的，比特种兵还要残酷的训练，就像美国训练那个海豹突击队似的，还带着残酷训练方法。然后这些人呢，最后形成摩萨德特工科技，潜伏在世界科技。摩萨德特工全世界加到一起不过1200多人，那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不能比了。可这1200多人个个是精密下降，平常不用的时候你就普通人，处在休眠状态，一旦用你我就激活你。咱们看那个电视剧，以前咱节目也说过，黎明之前里边像刘心杰那样的，潜伏在敌人心脏，平常不用你就自己该干嘛干嘛，用你才激活你，所以这叫休眠特工。所以以色列不少摩萨德特工是一种休眠状态，一旦要激活了，那就不得了。那么这种休眠特工有一个组织，令世界恐怖分子闻风丧胆，名字叫刺刀小组，这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里边最为精锐的部队。刺刀小组名扬四海的是在1972年以后。我们知道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大事。1972年的9月5号呢，巴勒斯坦有一个黑九月部族潜入到慕尼黑的奥运村，当时把以色列的一个举重队教练和运动员给枪杀了，又把剩下的9个举重队运动员给弄过来当人质，然后要求呢以色列呢释放他在国内关押的243名巴勒斯坦战俘。那么当时这个黑九月恐怖组织干了这么一票绑架的事儿，以色列是坚决不屈服。我们都知道世界政坛有2个铁娘子，一个是英国撒切尔夫人，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梅厄霍人，头发花白的老女人，一步也不肯让。结果德国警方没办法，在机场跟恐怖分子交手，枪战持续1个多小时，恐怖分子3个被活捉，剩下全被击毙，但是9名人质无一幸免。那么这个消息传回以色列国内，以色列是神人共愤，就开始搞了一个叫天谴计划。什么天谴计划？要暗杀黑九月这些领导人，恐怖组织领导人，但不死了11个吗？那好，黑九月总之前11名全是我们暗杀对象，在这暗杀手段是千奇百怪。你比方说从72年开始，头一个目标是这个名单上的第9号人物，是意大利的这个黑九月恐怖组织头的，他的名字呢叫瓦埃勒。他的这个瓦埃勒的公开身份呢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的翻译。对啊，暗杀他怎么暗杀？以色列特派1男1女，2人都年轻的对联，假装谈恋爱，天天在这个就这样的瓦埃勒的家旁边走。有那么一天呢，这俩人倒在跟前，正一愣神攻我，连开14枪把他打死，顺利逃脱。有人说这个过程也不怎么精彩，普通的暗杀。你再听我往下讲，把瓦埃勒弄死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在巴黎待着的一个恐怖分子叫哈姆沙里，这个哈姆沙里直接参与了
慕尼黑惨案的策划，一定要把他拿下。哈姆沙里带这个哈姆沙里可不比我挨乐，哈姆沙里周围警卫非常多，一出门带着保镖，甚至家里周围都布置暗哨，所以你想用暗杀我挨乐那种方式来对付哈姆沙里不管用。那么怎么对付他呢？摩萨德想出了妙招，就是通过这些干扰技术和曝光器，把这个哈姆沙里家电话的更快。那电话坏了得找人修啊，于是一名特工冒充修电话的工程师登门，在哈姆沙里家的电话里挨着个炸开。然后第二天，哈姆沙里的老婆怒人叫孩子一起出门偷孩子上学，家里就哈姆沙里一个人啊。电话拨来，电话说完，那边遥控不合，电话机炸弹放了，我哈姆沙里是炸成一团肉里。你看，这设计的安排的非常巧妙，还不伤害他家人。所以你看这个刺杀过程，那就充满着技术含量。这个名单上一些人物一个一个被划掉，所以从1972年开始了长达6年的暗杀黑九月组织历程。到了1978年年底的时候，就剩下这个组织顶尖的人物叫萨马拉1号人，围着摩萨德拿下。可这萨马拉作为这个组织领导者，那是狡猾人物，你想逮住他很难去。先后5次躲过了摩萨德特工的暗杀，而且这萨马拉不肯善罢甘休，反过来给摩萨德下套搞暗杀。摩萨德特这回不干，坚决给他拿下。萨马拉就吃了草，害手底下人假装散布情报，说萨马拉在挪威，摩萨德特工到挪威进行暗杀。结果萨马拉这回用了他一个替身，一个摩洛哥籍的服务员，人家萨马拉太像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结果摩萨德同志把这个人杀了，杀完这个人准备撤退的时候，萨马拉都给你设好套了，整着你呢。当地的警官围上了，他这些抓住这不等于在人家国家领土搞暗杀吗？结果为此摩萨德的领导人辞职，紧跟着第2年维厄夫人也被迫辞职下台。在政治上可以说萨马拉大获全胜，把以色列折腾够呛。在这之后他就比较高调的出各种场，觉得就完全打翻了以色列。这时候以色列不仅暂时报复不了了，还不能用以前的方法了，你再派出暗杀，这各国外交上压力很大，不让你在这个国土上你这么自由活动，要再出事，那以色列在外交上的麻烦就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萨德特工激活了一个休眠了很长时间的女特工，这个女特工名字叫佩尼洛普。这个佩尼洛普接到这个任务是在平生第一次这个任务，也是最后一次。佩尼洛普当时30岁，人长得还可以，但绝不是什么大美女。说她当间谍有什么长处？这个人跟人沟通的能力特别强，智商达到150以上，就跟你接触1天2天就能跟你混成好朋友。不会啊，这基本上把你信息调查个底量。他就利用他的公开身份呢，和萨马拉接触着，没过3个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进而就把萨马拉的生活起居规律给摸透了。在1979年1月22号，这个时候摩萨德特工派了一辆大货车执行着暗杀任务。我们说这萨马拉他的习惯到离家里大概2-3公里不远的一个超市买东西，一般买食品各什么的，时间得在超市里至少待4-5分钟。就在这功夫，他的车停到道边，他下了车了，以色列特工这大货扯货了。这时候货车上下来2特，用30秒把他的车门就给赠了，然后用1-2分钟在他座位底下装上炸弹，然后再用几秒钟把车门恢复原道，整个活动不超过2分钟。刹车否认。萨马拉从里边出来呢，这个人也很谨慎，他离开这车4-5分钟了，他得看看检查一下发动机呀、什么轮胎呀，没事。他没想到座位底下安炸弹，然后上了车，发动车往前开，开到不远处路过一个小森林的时候，
埋伏在此处的摩萨德特工通过遥控引爆，啪，车爆了。萨马拉一命归天，被炸成肉泥。你看，这就是摩萨德特工在暗杀过程当中非常精妙细致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说摩萨德特工还厉害吗？当然还很厉害，但是摩萨德特工没有当年那么有活力。为什么？现在的金融啊，什么这个那个，石油啊一发达，年轻人有不少挣钱的渠道，这种卖命的事咱不愿意干了。咱说实在的，因为摩萨德特工真不是个好干的，那可不像007邦德那么潇洒，经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且这些特工时间长了，心里都有毛病，都容易出这样的那样的症状。有的特工退役之后呢，隐姓埋名过一辈子，还不能出头；有的特工晚上睡觉了总怀疑，把家里电话也拆开，座钟也拆开，床垫都拆开，因为他们就用这招安炸弹暗杀别人了，也总怀疑自己处于这环境。有的得了抑郁症，有的得了精神病，所以在这个组织招募人员逐渐出现了委屈。你无论什么样一种方式的对抗和杀戮，也不如和平来的可贵。而当前呢，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冷战时期延续的思维和过去二战下来那些你死我活的仇杀，在世界不是不存在，但早已经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所以我说，像摩萨德这样的特工组织日趋式微，应该说是世界和平的一件好事。